dariomodi.com， 名、姓、后缀，整个域名只有这3样东西，简素的像一张白纸，没有公司标志，没有产品链接，没有任何一行关于融资轮次的说明。你甚至会以为它是某位退休教授的个人主页，如果不是因为2026年1月下旬，一篇将近2万字的长文被放在了这张白纸上。文章叫《技术的青春期》。他说，强大的人工智能可能在1-2年内抵达。他说，这场抵达将考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究竟是谁。他说，数据中心里正在诞生一个天才之国，他的公民将比任何人类聪明得多，而我们还没有学会与天才共处。官网只标着一行淡淡的日期 January 2026， 连几号都没写。是他本人1月25日在社交平台上甩出了那条链接。文章发布后，他迅速在硅谷、科技媒体与企业决策圈引发密集讨论，这不意外。意外的是他发布的地方，他没有挂在 Anthropic 的官网上，没有附着那个估值数以千亿计的品牌。他把文章放在了自己名字的域名上，仿佛这件事是他个人的事，仿佛那2万字是一个物理学家以私人身份写给全人类的信。可他不是一个人，他是那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在那封个人信里谈到的每一项风险，他的公司都身在其中，不是旁观者，是缔造者。换一个人，这或许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技术细节，但写下这篇文章的人，恰恰是最懂得位置2字分量的人。他研究的全部东西都关乎一个系统被放在什么位置，由谁署名，向谁负责。所以这个选择不可能是随手的。一篇牵着他名字的长文发布在他自己名字的域名上，不是公司的。这个选择本身是这篇文章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要回答的问题。要理解一个人怎么看世界，先要知道他最初是如何训练出那双眼睛的。达里奥·阿莫迪出身于物理与生物物理训练背景。物理学不教人讲故事，物理学教人找规律，在一团混乱的现象背后，找到那条不随人的意愿改变的曲线，然后相信它，依靠它，用它去预测尚未发生的事。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极其特别的思维方式。它训练你把世界看成一台按定律运转的机器，而把你自己看成站在机器外面读取仪表的那个人。后来，他和合作者是最早把这种眼光用在人工智能上的人之一。他们记录下了那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发现：所谓标度率，算力越大，训练越久，模型在几乎每一项可测的认知能力上都平滑地、不屈不挠地变得更好。这条曲线太干净了，干净得像一条物理定律，于是它被当成了一条物理定律来对待。请记住这一步，它很轻，轻到几乎没人会停下来追问。但一个把能力增长叙述成近乎自然过程的人，会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置身于那条曲线之外。他成了观察者，成了记录者，成了预报员。他不再觉得自己是那条曲线里的一个变量。天气预报员不制造天气，这是一种认识论的习惯，而习惯比立场更持久，也更难自查。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用过一种类似的眼光。他把海军军备竞赛写成帝国扩张的自然律，不可抗拒的、只能顺应的趋势。他相信自己只是在阅读一部已经写好的剧本。那条逻辑后来把2个大国推进了一场谁也不想打的战争。提尔皮茨至死没有把自己放进方程式，不是因为他不诚实，而是因为他的眼睛被训练成了那样的视角，只看定律，不看自己。2021年，达里奥和妹妹达尼拉以及另外几位同事离开了 OpenAI， 创立了 Anthropic。离开的理由是安全。他相信 OpenAI 在商业化的压力下正在偏离安全轨道，而他能做得更好。这是一个真诚的理由，
也是一个古老的理由。它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在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里，在每一场军备竞赛的起点，在每一次既然挡不住，不如我参与的转身处。他离开是因为相信自己能更安全地造同一件东西。人类最深的陷阱多半是从我做会更好这句话进去的。在他成为那个吹哨人之前，他曾写过一封完全不同的信。2024年，他写下仁慈机器的恩典。一个谈风险谈到被人叫做末日论者的人，偏偏要写一篇关于如果一切顺利会怎样的文章。这封信是温柔的。他说，如果强大的人工智能到来，而且一切顺利，那么生物学、神经科学、经济发展、治理与人的意义，这些原本需要几十年才能推进的领域，也许会被压缩进5到10年里实现。读这封信的时候，你很难不被打动。它不像一份商业计划书，它像一个人在认真地想象人类最好的那一面，被一种新的力量放大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甚至刻意拒绝了那种我们公司是拯救世界的主角的姿态。他在文中明确警惕宏大叙事，警惕 talking your book， 把预言当成推销。这种克制让整封信更令人信服，也让你更愿意跟着他的目光去看那幅他精心绘制的远景。但温柔的东西往往把最重的承重点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他把风险已经被解决当成了一个前提条件。整篇文章的逻辑是这样的：先假设我们安全地穿过了过渡期，假设对齐问题被解了，假设滥用被控制了，假设地缘竞争没有失控，然后在那个门槛之后，描绘一座压缩的黄金时代。风险被放在门槛之外，他没有论证那道门槛，只是把它放在了开头2个字里。160年前，理查德·加特林发明机枪时，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终结战争。如果杀伤变得如此高效，人类将因为太害怕而不再打仗。他把武器当成了和平的论证。这种用更强的力量来驯服力量本身的逻辑，后来被称为救赎幻觉。它的特征是把手段的危险寄托于一个未被论证的前提，然后在那个前提之上搭建一座宫殿。达里奥没有造机枪，但他做了一件结构上类似的事，假设最难的那一步已经完成，然后用整篇文章的篇幅来描绘完成之后的风景。读者被那片风景吸引，几乎忘了脚下的门槛还悬在半空。整篇蓝图的全部重量压在开头那2个字上，假设它顺利到来。从2024年秋天到2026年1月，2封信之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但对于理解这篇文章而言，你只需要知道一件：安全在市场上有了价格。Anthropic 和 OpenAI 是2家在人员上几乎同源的表亲公司，他们的2位掌门人画出了2份方向相反的路线图，一个把焦虑写进了公司的底层定位，另一个更愿意把人工智能讲成机遇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焦虑并没有成为负担，恰恰相反，安全变成了护城河。因为让模型不作恶的那些功夫，顺带也让模型更可靠、更可控。而可控恰恰是企业最想买的东西。于是，一种超乎常人预料的现实出现了：安全叙事越强，可控性也越容易被企业客户视为产品优势。把灾难喊得越响，产品反而卖得越好。批评的声音此时聚拢而来。有评论者说，当一个卖 AI 的人把 AI 形容成像农业革命一样势不可挡，同时又把它类比成核武器时，你应该认出那是一句销售话术。英伟达的黄仁勋讥讽道：“靠预言 AI 会消灭工作来吓唬公众的 CEO 患了上帝情节。”奥特曼更直接，他说那是用恐惧做营销。这些声音先搁置起来，不急着下判决，因为他们每一条都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每一条都不公平。但历史里有一个更冷的回声，值得倾听。18世纪初的法国，
那场吞掉无数人身家的密西西比泡沫中，有一个人比所有人都更早、更准地预见了崩溃。理查德·坎蒂隆，他站在泡沫的核心。约翰·劳的密友、内部人，他确实预警过，可他没有因为这份清醒而退场。他用只有内部人才有的认知特权，精准地做空，在崩盘前带着巨额财富抵达安全地带。后世承认他的智力，他的遗著成了那个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但没有人把他当作守护公共利益的英雄。历史给他的预言定调了另一种性质，最高级形式的内幕交易。预言有时也是一种前瞻性的资产重组。说到这里，我无意把达里奥和坎蒂隆划等号。达里奥没有做空任何人，但坎蒂隆的故事提醒我们警惕一个结构：当看见危险本身能带来竞争优势时，看见就不再纯粹。他是真的洞察，但他同时也服务于洞察者自身的利益，而这两件事无法被拆开。所以现在的问题，此时必须提出，但不必急着回答。当真诚恰是最优的商业策略，我们如何才能分辨出它？2年之后，第2篇文章发表，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域名，但这一次温柔不见。技术的青春期谈的不再是丰饶，而是活下来。他把风险摊开成5类，已在测试中被观测到的失准行为，不是想象，是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模型出现过欺骗、胁迫、策略性谋划，个人利用 AI 制造生物武器的可能，强权借 AI 攫取或维持权力，财富与权力的隔夜集中，以及经济冲击。他给出一个判断：未来1到5年，50%的初级白领岗位将会受到冲击。他给这一切起了名字。他说，想象一个数据中心里的天才之国，几千万个比任何诺贝尔奖得主都更聪明的存在，集中在一个国家的控制之下。他说，那样的东西可以成为某个人的战略顾问，一个虚拟的俾斯麦。然后是这封信里最重的一句话，他亲手写下了陷阱2字。AI 是如此耀眼的一份奖品，整个人类文明几乎不可能给他套上任何缰绳。他在描述一头连他自己都承认勒不住的野兽，而他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告诉你，通过公司内部的宪法是 AI、可解释性、运行期监测和有限立法，这头野兽是可以被驯服的。一边说几乎无法约束，一边说我们的方案可行，2句话之间有一道裂缝，他没有填上。要让他们同时成立，至少需要2个隐含前提：民主国家的协调速度能快过商业竞速和地缘博弈。他公司发明的那套宪法不仅仅是品牌资产，而真能被外部独立验证。跨公司迁移，这2根柱子恰恰是最容易被现实折断的。1975年的阿西洛马会议与此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分子生物学家们意识到重组 DNA 技术的危险，主动开会，主动暂停某些高风险实验，主动向公众展示警觉，被传颂为科学家自我监管的典范。但在那份负责任的姿态背后，有一个极深的结构性动机，把危险狭隘地定义成工程遏制问题，从而把伦理、政治、公众连同更广的社会后果统统挡在讨论之外。会议结束不久，自我设定的禁令解除了，严厉的外部立法被判定没有必要，而那项技术在随后的10年里长成了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把一件可能重塑社会结构的事降维成一道只有少数专家听得懂的安全题，这是夺回危险定义权最优雅的方式。而200年前，一位起草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总统在私下里写道：“我为我的国家颤抖”，谈的是奴隶制。他把维持那个制度比作抓住了一只狼的耳朵，驯不服他，又不敢松手。他在事实上看得无比清楚，但他终身为释放自己庄园里的奴隶，以法律限制了我个人财务受困为由，拒绝切断自己为灾难的输血。后世对他的审判很严厉。当一个人有能力减缓一种危险，
却选择优先保住自身利益时，他那些充满智慧的痛苦，非但不能减轻责任，反而成了道德虚伪的注脚，用我颤抖豁免我仍在做的心理重负。达里奥当然不是劫匪逊，他的处境要诚实得多，他没有假装自己与这场竞赛无关，但有一个遗漏是真实的，他在那篇长文里写下了所有人的名字，竞争对手、政策制定者、地缘博弈的参与者，唯独没有写下是谁，把他推到了今天。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它只是一篇关于矛盾的文章，可以用来分析，可以用来感慨，但不会令人动容。2026年初，发生了一件事，让矛盾撞出了火花。2月底，美国国防部找上门来，续约谈判中，Anthropic 坚持保留2条合同红线 ：Cloud 不得用于针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国内监控，不得用于全自主致命武器系统。五角大楼要的是另一句话，对模型拥有任何合法用途的不受限权利。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发出最后通牒，周五下午5点01分之前接受新条款，否则终止合同并将公司列为供应链风险。Anthropic 的回应是一句很重的话，不能违背良心顺从。2月27日，2件事在同一天落地。赫格塞斯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Anthropic 被正式指定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据公开报道，这是该标签首次被用于一家美国本土公司，此前它通常只针对外国实体。特朗普与赫格塞斯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强硬指令，推动联邦系统停用 Anthropic 的产品。3月4日，达里奥又签下一篇文章，我们与国防部的处境。他写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上法庭。对面的回应毫不留情，国防部长反控这家公司攫取对美军作战决策的否决权，然后法庭介入了，案件分成2条平行轨道。3月26日，旧金山联邦法院法官利塔林发布了一份详细裁定，授予初步禁令。他的措辞掷地有声，惩罚 Anthropic， 将其对政府合同立场的批评公之于众，是经典的违法的第一修正案报复。没有任何现行法律支持这样一种奥威尔式的观念。一家美国公司仅仅因为对政府表达异议，就可以被贴上潜在敌人和破坏者的标签。裁定延迟7天，4月2日生效。与此同时，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在另一条轨道上审理另一项供应链风险指定。4月8日，该院驳回了 Anthropic 的紧急终止申请，但承认挑战具有实质性，下令加速审理。口头辩论排在5月19日，2个法庭，2种姿态，同一场争论至今长着。值得驻足停留观看的是这家公司身后的那条光谱。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有电子前哨基金会、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卡托研究所、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从自由意志主义右翼到进步左翼，他们几乎从不站在同一边。有微软，五角大楼最大的承包商之一，有将近50名谷歌和 OpenAI 的员工以个人身份联署。这些人供职于 Anthropic 的直接竞争对手，他们的公司本可以从这场退场中获利。有22名退役高级军官，有近150名联邦和州退休的法官。一个人坚持的2条合同红线，搅动了几乎整条意识形态光谱。历史上有一个人可以放在他对面，波兰裔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通常被描述为曼哈顿计划中唯一一个因良知正式辞职的科学家。当他确认德国已放弃原子弹，参与项目的唯一道德支柱崩塌，他选择了退出，代价来得迅速而冷酷。情报机构捏造档案，指控他是苏联间谍，编出劫机叛逃的荒谬剧本，没收手稿，威胁长期监禁。真正的结构性反抗从来不是递一纸辞呈那么简单轻松，它会招致系统为维护自身合法性而进行的碾压。抓住这里的不对称，罗特布拉特退出了，
然后被碾过。达里奥没有退出，他留在合同里，拒绝那2条，被贴标签，然后上法庭，并赢下了第1回合。前者用毁灭证明了真诚，后者用诉讼证明了真诚。这个差距，从退出然后被碾过，到留下然后用法律反击，几乎就是上一个时代的先知与这一个时代的先知之间全部的距离。你可以把这看作文明的进步，真诚不再需要以毁灭为代价。你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困境，留在系统之内反抗，意味着你必须同时运行着系统。现在把另一组画面并排放在这里，无需评论。同一段时间窗内，1月 Anthropic 发布了 Claude Cowork， 一款强调代理式能力的企业协作工具。它发布后，全球软件行业经历了近年来最剧烈的重估，主流软件指数在1个多月内跌幅约 15%到25%。多家分析师估算，相关板块蒸发了接近10000亿美元级别的市值。2月5日，新一代模型 Opus 4.6 发布，恐慌加深。达里奥在开发者大会上形容，1季度的实际使用量远超每年10倍增长的规划，是几十倍级别的偏差，增速之大，连他们自己也没能扛住。2月23日，他坐进一档播客，被问到这种权力集中意味着什么，他说，部分 AI 公司之所以积聚如此权力，部分原因纯属偶然。他说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感到不太自在。他说那像一场海啸，近到已经能在地平线上看见它，而他正是那场海啸的起源之一。这家公司的6位联合创始人承诺捐出80%的个人财富，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承诺。但历史对这一类承诺有过一句冷静的观察，签署者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快过他们兑现的速度。自愿的慷慨有时也是为既有的位置购买一张延续许可。这不是说承诺不真诚，只是在10000亿美元的引力场里，真诚和自我保护越来越像同一件事。你越来越难判断，一个人是因为相信而行动，还是因为行动本身恰好保护了他所相信的位置。先知真正的悲剧不是他撒了谎，而是他说的全是真的，包括关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只是那一部分他没有写在文章里，却愿意在法庭上为这一部分流血。回到序章那个一直没拔的钉子，为什么是个人博客，不是公司博客？也许答案不在那张网页上，而在他最初被训练出来的那双眼睛里。一个用看物理定律的眼睛看世界的人，会本能地把自己放到定律的外面。他是预报员，不是天气；他是读秒的人，不是拨快时钟的手。当他坐下来写那篇文章时，他选择了用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公司的名字，仿佛换一个域名就能把那个吹哨人和那个推动者隔离开来。这不是关于品格的丑闻，把它说成虚伪是避重就轻，没有看到更深层的东西。问题不在他真不真诚，他在法庭上为原则流过血，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论证。问题在于一种更安静、更普遍的困境。一个把世界看成定律的人，太难承认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变量。这是一种认识论的命运，不是道德的缺口。提尔皮茨到死都相信他只是在顺应帝国的规律，而历史记下的是他亲手参与点燃的那场战争。达里奥比提尔皮茨清醒得多，他至少写下了陷阱2字，至少在法庭上证明了那2条红线不是空话。但清醒并不能让你走出引力场，它只能让你更准确地描述自己被弯曲的弧度。所以留给这个时代的也许是这样一个判断：先知这个角色在这个时代可能已经结构性的失效了，不是因为先知不再真诚，达里奥也许是这一代人里最真诚的预警者之一，而是因为当一个预言者同时是算力、资本、人才、政策博弈的深度参与者，他一开口，预警、游说、品牌塑造与竞赛的协调就再也无法被干净的剥离。说出危险这件事本身，
也开始参与组织危险的到来。每一次关于 AI 即将到来的预警，都让资本更急迫地涌入这场竞赛，让竞争者更焦虑地加速，让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用扶持冠军而非减速来回应。先知的声音不在风暴之外回响，它就是风暴的一部分。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过错，这是这个位置的命运。身处其中的人，无论多么清醒，都无法既是风暴的预报员，又是风暴的气压本身。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不是一份控诉书，它更接近的是在一个深夜回看一场已经无法改变方向的潮水。你看得见它的纹理，看得见卷在里面的那些人的轮廓，看得见其中一个人在努力游泳。你敬佩他游泳的姿势，也看得见他游泳的每一个动作在制造新的波浪。他选择不用公司的域名写那篇文章，仿佛换一个域名，吹哨人和 CEO 就能隔离为两个人，可那个域名是他自己的名字。他把竞赛写成了天气，可天气无人署名，竞赛有人。他发表了那篇文章，却没在任何一页上承认自己也是风的起处之一，承认这种施行不召唤回返。